好，那我们来吧。终于又到了我们拍影片的时间了。好，今天两位又集合在一起了，是有先约好了是吧？啊，没有，这么巧啊！这我们这上是巧遇，我是跟你先约的，对，然后没想到来就遇到了豪哥，帅哥哥了。帅哥哥，他3点就来了，3点半了，好，3点半了，3点半。那我是慢了一些些。对，好，那我知道你们来都是带，没有怕今天因为端午节前夕，交通状况可能会有点那个，对啊，拥塞，对，但是没有啦，还是对，结果没有，对，就一路顺畅，比平常还快，对啊。好，不错。那今天带哪一支来跟大家分享呢？豪哥准备了厉害的香水哦，这个 LV 一定要找那个博君一起拍的啊，对不对？对，非常会选菜呢，哈。这个香水是我的。你知道豪哥他这一支啊，他想这一支想很久嘞。哦，是哦，1年了。去年此时此刻哦，我那时候跟他去绕信义区在那边逛的时候啊，他就挂在嘴边，然后我们去了好几次，但是这一支都还没有放到他口袋里面。终于拿下了，你拿下了，来，这一支有什么特色？可不可以先跟大家讲一下嘞？因为这个系列虽然是它的中东系列，是，就是它的比较价格比较高的那条线。对，那因为这条线其实没有多少瓶，那台湾有大概就3瓶，那2瓶是黑色的，1瓶我们有拍过叫沙漠玫瑰，1瓶叫那个男的，一瓶叫做流浪幽灵，流浪幽灵，或流浪之影也可以。那2支是一开始就出的中东系列，但这个是算是比较新的了，比较新的。是，那它那2支黑瓶最主要强调都是沉香啊，沉香就是干燥的沙漠玫瑰，反正就是乌木玫瑰的那个，就是我们阿根廷朋友一直那个一直在那边给我那个。阿根廷朋友是谁？阿根廷朋友对，一直对希望我分享的。那这一支其实就比较实用一点了，我自己觉得比较实用一点。它的名字叫做夜宴夜宴，宴是哪个宴？火焰的焰。哦，晚上的火焰。对。哦，好。那它就不再是这么强调所谓的沉香乌木的部分，它反而是焚香跟乳香。哦。对，那因为这 LV 的其实香水的香气呈现都柔香，都做得非常，几乎都是登峰造极就是为了呈现那个高级感。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好啊，好不好 ？OK。它不会很污啊，不会很污。哦，它喷头非常的。它这个有修过哦，真的啊。它之前最早我买的时候还没有这么爽，它现在是对出去，对，所以有那个声音嘛，有稍微调整过一下，有，所以感觉出来超强。你没有觉得很污，它就是一个树脂的乳香跟焚香，哇，非常的木头哎，很木，而且是这种干燥木哎，对，然后带着皮革，中间左的皮革，那皮革不是那种糙扑鼻的皮革，是你有看过那个木头？它假如说木头薄片的哦，那有时候我们在烧的时候，它只有沿着一点点灰烬，它不是整个起火的那种它是有一点点灰烬，然后你只是要呈现它的灼烧感，对吧？对，那这个木头薄片被烧的就一圈黑黑的，然后它持续的燃烧，现在就是这个味道。那个画面就是非常的真实逼真。其实它跟沙漠之星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为了要呈现那种干燥的木头乳香、焚香。对，但是当然它可能在艺术性方面就没有沙漠之星这么
这么强烈了，但是它给你的是一个好感的，然后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味道。是然后这个帅哥哥，请你先讲话。对，他现在一直定格在那边了。没有，完全沉浸在。我很久没有可以这样闻下来，可以闻那么久，这么久。对，因为很仔细的在品尝。我第3次闻它了。哦。我这一次的震撼感更强，超大。怎么说？我第一次在柜上闻的时候，我闻不到这个味道。哦。因为我觉得他们柜上的试香环境蛮乱的，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就稍微就讲一下，就是我觉得 LV 他们的试香环境不是很好。哦，怎么说？所以因为它现场味道很杂很乱，然后它还有自家的一些皮件的味道，然后他们也会喷他们家的香水当电香。哦，对，所以主要是那个试香棒。哦，对啊，它只让你闻试香棒嘛，对不对？因为它一插进去就补喷，对，所以其实是跟你喷在纸上跟皮肤上味道其实不尽相同，哦，真的是不尽相同。然后它为了要呈现它最精彩的那个味道，所以其实那个味道都过浓，我应该讲过浓，然后最后就会跟你买回家的，可能在一个比较良好的试香环境下，在测试的时候，你就觉得有不小的落差，对。不晓得，当然这一点就是他们要改进了，但是毕竟这个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对了，或许不是他们的主力吧，对不对？你走进去跟他讲要买香水，他可能稍微有点失落了。是啊，因为它的皮件可能是营收是比较大的部分，对不对？对，好，那所以他们家的香水我都蛮建议你买试管回去或喷在纸上，然后带回家慢慢闻。因为其实回去的感知会跟现场有很大段的落差。对，落差分数我可以跟你讲，大概有90分以上。对。然后这一次我刚刚我们说它是以焚香当主体去做嘛，对不对？但我刚刚一闻啊，我脑中直接想到一支香水。我们有史以来买过最贵的一支香水，3万多那一支吗？忍耐的后面是哦，真的是。非常接近的感觉的味道，只是有这么一点。我刚刚一直在闻，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给我的那个太强大了，所以说它依然是以沉香当做它的底子去做。对，可是它凸显出来的味道跟另外2支黑色的是截然不同的画面，这样。你看它现在这个颜色啊，它是有一点那种蓝色，是。其实，在沙漠中，就是它。很接近那种黎明前的那种样子啊，所以它叫夜宴嘛。你在这种夜晚时分的时候，你点起了一个萤火的感觉，是哦，有可以温暖你的这个身体跟你的心智。因为沙漠有时候火也是会是非常对。哦，我的天啊，这个哇，这个有做到它的名称呢，夜宴、火焰的感觉。你要知道，在沙漠，它的温差非常大。早上热的时候非常热，但冷的时候，哇，空旷冷，是会刺骨的。那如果这个时候来一个火焰的话，振奋精神。谚语：朝穿棉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哪一个地方的？哪一个地方的？新疆啊，新疆啊，各地啊，对啊。你最好是抱着我，你是抱着什么？女。哎，对 ，OK， 好，那现在在这一支现在前中调，在豪哥身上，可以多跟大家介绍一下。好，来，我还是讲说我们其实因为讲到乳香哦，它因为我都觉得，比如说其他的品牌，它可能就过度的去强烈跟锐利这个乳香的味道，所以你其实。你有时候在闻，想说，乳香到底什么味道？对，你只知道是个树脂的味道，但是我可以说，你闻到了这一瓶之后，才知道哦，原来乳香是这么好闻的一个味道。因为通常看到乳香就觉得，它有个那个中东味，就一般人就是推却了，对，敬而远之。但是其实，它给你的真的是一个平易近人、非常非常好入手的味道。那乳香。
因为这个味道其实对我啊有没，有听错什么？平易近人，非常好入手。你是说错？我说味道，不是价钱，不是价钱。你刚刚说错什么东西？对，听你那边胡扯，就说你能入手的，那边平易近人。哎，那真的，最后一瓶被我买走了。对啊，我们对你都吃大餐，我们都是只能吃卤肉饭的。对啊，我们只可以吃米苔木。你看，好，那这个伯君现在这一支前中调，其实高定香它应该大部分都线性啦，就是到后面的味道应该也是差不多。那我只是觉得它一开始的时候，它那个沉香的底蕴啊，我其实闻的蛮清楚的，只是它的做法跟另外2瓶黑瓶是不太一样，因为另外2瓶是花玫瑰跟它之间的结合嘛，它是用粉香的去做这样，然后我觉得它就是很干净。然后干烧的木头，然后它就一直被对干烧的木头忽略啊，对，因为那2支黑瓶真的是我必须说非常优秀的作品，所以他又出了这个，然后又慢慢让它整个味道没有这么爆炸的时候，所以它的评价就慢慢的就被人家淡忘了，应该被人家淡忘。大部分都是如果你讲 LV 的黑瓶，大部分都是那2支黑色的，好就一男一女。沙漠玫瑰当然是最受欢迎啦，因为那男女都可以啦，对，我们拍过了。但是你很少会去考虑这个，对，很少会考虑。然后，所以主要它的售价又是比较高一些，对，比较高一些，比较高一些。但我觉得这一支我很喜欢它干燥的木头，然后描述它正在燃烧的这个画面。因为那味道非常的逼真，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厉害。那个乳香其实是让你也真的有惊艳的感觉。是，对。特别如果说这段时间啊气候比较潮湿啦，然后一直下雨，对不对？有吹南风的时候啦，比较湿啊。对，那如果可以来喷一下这个，不用真的去生一盆引火，哦，你就直接喷这个味道，你就感受到这个暖意，还有这个干燥、纯净干燥的感觉就出来了。好 ，OK， 好，因为它的黑瓶目前是3瓶，那可能下个月会有1瓶新的要发表了，是要它再进来。那因为这个系列都是比它正常的白瓶都要整个归上一起的，都归上一起的。那当然用料可能会，我觉得当然是比白瓶好。是，好，那我们现在这边已经到12分钟了，我们等待会。后调看看它还会有什么变化，我们再回头跟各位朋友分享了哈。那就待会见啦，拜拜。好，夜宴回来了，夜宴耶。好，后调。帅哥哥先说，伯君来。它的味道跟一开始其实是差不多的，对，是，对。然后就是我觉得他们这系列的高定香就是想要把它最纯粹的原料的味道，然后从头一次表现给你最好那一面。是因为其实大部分高定香都有这样的特性啊，它就是想要把原料的那个的珍贵，然后跟原料的美好，带给你。因为很多人喜欢，有些人不能讲很多人，有些人喜欢就是这样的味道一直到底，对，他不喜欢中间有一些变化。有些人会跟你讲说，我觉得一开始我很喜欢，但后面我不喜欢。对，是没错。前面我不喜欢，我后面也很喜欢。对。那如果你很喜欢它，那就一直到底的。对。所以他带给我的冲击真的是很大。OK， 因为我没有认真的这样看过它一次。是，对啊。那我们上一段我们没有讲到说，如果在这一支使用上面，你会运用它在什么样的季节或什么样的场合嘞？我豪哥今天带的都是很秋冬的嘞。对，它的味道，因为毕竟还是木质，然后很干燥的，所以它其实是比较适合就比较冷的时候。OK， 比较冷的天气的时候，最少也要微凉了。这个现在已经热起来，真的就不太适合，会晕的。哦，是的，会晕的。它的香调要不要来自？那衣着上呢？衣着上你建议怎么样穿？衣着上我觉得这个可以轻松一点。我这个可以轻松啊，对。这反而可以轻松一点，因为它是一个情境下。对啊。OK。它就像是你需要来一点温暖的场合，是点个火这样子。
好，来，它的成分很简单，不会告诉你太多哈，就是沉香木、皮革、焚香、乳香，还有麝香。OK， 好，不复杂，不复杂，但是很纯粹。对，而且一镜到底，对不对？它没有什么第二眼美女啊，就是你喜欢，你就会喜欢，一直到底。它没有像有些沙龙香，前面不行5分钟说啊那个皮革味我不行，或是啊什么味我不行，然后是第2眼、第3眼，对，它没有这种，就是第一眼都看不下去了，后面就也看不下去了。对，不会说啊妆化上去又变美了，不会滤镜拿掉，滤镜拿掉，那个已经不是那种诈骗了。对，好。那它就是一个，如果你会喜欢，它的持香时间又久，所以你就会一直觉得一直 enjoy 在这个。是。OK， 你看我们镜头这个博君还是不断的一直贴着他的鼻子在品尝这一支，因为他大概每一季都叫我买一次，然后我都一直抗拒。对，他每一季都叫我买，对啊，他每季都叫我买，然后我每季都抗拒。可见他真的很喜欢这个。对，然后，对啊，你可以从这味道里面闻到那种神圣肃然庄严的感觉啊，就是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以前在古时候他们盛行可能道教的时候，他们用这种乳香当做祭祀用的一种香材，用大量从阿曼去做引进，对，焚烧嘛。以前罗马有一个暴君啊，叫尼禄，尼禄皇帝，然后他的爱妃死掉，他把1整年的罗马帝国的这个焚香都的乳香都烧完。对，明明是人家烧1年的，他大概就把它烧光了，这样果然是暴君，生气，就是难怪会倒了。其实它最主要，它没有要有太重的沉香的表现，它是让你有一个舒服的木质香调。是，我觉得乳香、焚香、乌木之间，对，取得一个完美的平衡。是，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像是去芬兰的小木屋里面。好，赫尔辛基是吧？是，对。那在芬兰小木屋，那如果是透明玻璃看出去的晚上，你还看到满天的星空这样子。那满天星斗，那自己在很冷的，因为那边就是很冷嘛，对不对？冬季的时候很冷。那我在旁边壁炉这边烧着这个火堆，然后看个书这样子，我觉得就是静静的一个人。然后这个火堆还有发出这个噼里啪啦叭叭这种木头的爆裂声。对，然后静静的读一本书的感觉，非常美的画面，外面是冷冷的，里面是暖暖的感觉。觉得这个女的可以吗？当然可以，我觉得可以，可以。而且它的后调，我觉得女生来用的话，会有一种比男生更美的感觉。情境挺好。我现在最大的惋惜就是它涨价了。真的啊？这次涨到多少？还没有买。现在是木炭味啊，13500，好像烤肉。本来是多少？11000。哇，你看，真的涨了大概1成大概都这样。妈呀！是啊，对啊，所以这个错过了就是这样。有时候就是这边再呼吁一下，有时候喜欢要趁早。对，然后所以直播的时候是要含加一。对，然后你还可以到情谊卖二手的时候是卖新的价格。对啊，当然涨价了，涨价！天哪！对，天哪 ！OK， 现在13500了，天哪，13500。好，豪哥，你会给这一支木质调吧？对吧？对，这一定是纯粹的木质调。0到10分，你给他几分？我给他9.5分。所以为什么9.5？9.5分，因为心不甘情不愿被推，是不是？没有，他已经推我推很久的呀，我都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你知道吗？好，我再考虑一下，对，然后就出现，对，我都一直敷衍他了。OK， 但是因为他下个月要出新香了嘛，然后我那天去，豪哥有揪我，下个月不是下个月，这个月对，6月，对，然后想说一咬牙就把它全收了，对，我要把4支全收了，4大天王，全收了，对，好了。有啦，陪你啊，
是不是我晚一点陪你。是不是去卖肾啊？豪哥还需要卖肾？豪哥不用。长者还有长者。不要这样，有国外朋友在看，人家要处理我这 OK， 又在聊天区问东问西的。好，那伯君这一支应该也是木质调的哈。木质调。OK， 那木质调0到10，你怎么？12分。哇！这是他为什么一直不断的推豪哥，因为他认为是12分的，对不对？就到你这边只有9.5分，这是情何以堪？没有啊，好不好？再让你重新评一次。没有，他12分，对不对？对，那是因为他推我了，然后想说他一定要讲12分，他一定要让我讲8分。跟你讲，这个是事实哦。为什么？因为我还没买。他在我的清单，你还没买，我还没买，然后你推我，所以我才说我很。林老师看好我现在才知道，不然我不会惋惜。如果我买了，如果我11000他买，他上13700，我很高兴啊。我真的还没买，直接当场笑倒。对啊，我真的是快被你笑死了。推了我1年，然后你还没买，然后好，对，下次就买了啦。对，那他买的时候就要用13000了哦，13500了。对啊，你看他非常的2万，对，这2万。好，那伯君刚刚给他12分了，对不对？那我来评的话，我觉得就是光凭刚刚在这个芬兰小木屋里面。外面冷冷的下的雪，那里面暖暖的，还听到这个火炉在啪啪啪的爆裂声。看本书，好，我就觉得可以足足给他10分。老实讲，我不是木质挂的，可是我很喜欢它。我很喜欢它从头到尾一个纯粹干净的线性的干燥木头在燃烧的味道。而且你知道，像 MMA 那一支壁炉火光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是那个带一点甜，这个是把甜都全部抽掉。他没吃甜点啊？对了，壁炉火光吃甜点。对，他晚上没有配甜点哦。那就给你一个非常非常干净又干燥，烧那个银，对，享受。对，它的画面感、视觉感太强烈，而且太逼真，所以我很少给木质。调性10分，我这一次给他10分，是，所以你买对了，好不好？恭喜豪哥，好吧？其实我突然也没有什么很高兴，才发现推了你1年多的人自己没买，一直敲他头这样，搞了半天。我下次买好不好？我下次买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错，这个笑话今天还蛮好笑的。真是，他一讲完，我这一脸错了。对，延宕再延宕，对啊 ，OK， 好不好？对，谢谢推跟朋友了哈，好，下一次见，拜拜。